德国总理去白宫对拜登说 no， 法国总统在红场和普京遛弯，美国用泽连斯基当诱饵，欧洲为什么不咬钩？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2月8号，美国 CNN 一篇新闻，那个标题写的是言简意赅呀，直指内容主题。标题是什么呢？说德国领导人拒绝在关闭北溪2号管道问题上支持拜登。这个标题很明显强调了德国和美国立场上有差异。实际上是因为德国这位新总理舒尔茨7号那天对白宫进行了首次访问，并且和拜登一起联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其实呢，舒尔茨还是给了拜登不少面子的，一个捧哏，一个逗哏。拜登说要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团结，舒尔茨说没错。拜登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将实施严厉并且深远的制裁，舒尔茨说可以。拜登说，如果俄罗斯坦克和士兵再次越过乌克兰边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将不复存在。舒尔茨说，我可没这么讲啊，凭什么？然后美国一些媒体就开始抱怨，说德国总理回避话题。德国驻美大使上周还向德国国内通报说，很多美国人认为德国不可靠，所以一些美国媒体就认为拜登对舒尔茨太过于克制。但是这么一说，德国媒体也不干了，说拜登那怎么叫克制啊？请注意，北溪2号这事儿跟美国无关，北溪2号是一个德国俄罗斯项目，决定管道命运的第一个发言人应该是德国政府。但是你拜登总觉得华盛顿想关就关，就好像德国只是项目分包商一样。德国在生存上是需要俄罗斯天然气的，所以舒尔茨这个总理根本就不想触及这个话题。由于在北溪2号上存在这样的分歧，美国就有媒体评论，拜登跟舒尔茨的矛盾其实只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各种问题的冰山一角。而且舒尔茨在白宫和拜登斗心眼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莫斯科，和普京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会谈，并且共享了晚宴，还沿着红场一起散步。那美国媒体就更不干了，说马克龙已经陷入了普京的巢穴，遭遇了普京的袭击，说的就好像是唐僧遇到了蜘蛛精。他们抱怨马克龙没有通过阐述法国和欧盟的坚定立场来回应普京的各种挑衅言论，而且马克龙还反过来表达他对俄罗斯利益的关切，甚至提到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30年里边经历的种种创伤，那一脸同情。那问题在于，俄罗斯这30年受到的创伤是谁给的？美国呀。俄罗斯也发话说，马克龙呢就不相信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否则他就不会在红场上遛弯。看来啊，澳大利亚核潜艇那事儿是翻不了篇了。马克龙记仇的本事比美国人想的更狠。德国、法国领导人都是一方面在跟美国、乌克兰谈，一方面要去莫斯科见普京。包括舒尔茨离开美国之后也是要去莫斯科的，他怎么可能一边威胁普京，一边和俄罗斯共建北溪2号？所以这两个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都被美国指责是不够强硬，这都证明了美国、欧洲之间还有欧洲的内部分化越来越明显。美国还是和以前一样，希望整个欧洲都在美国的指挥之下行动一致，而法国、德国要的是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由于美国希望在打击俄罗斯利益的同时，让欧洲配合做出牺牲，那么美欧之间的分化还可能继续加速。这次呢，拜登把乌克兰挂在鱼钩上想钓鱼，结果法国和德国都没上钩，现在连泽连斯基自己都想赶紧从鱼钩上爬下来。那么后续结果就有可能是法国和德国一起抱团，跟美国是互相防备，而东欧几个国家可能是继续抱紧美国大腿，配合营造一下紧张气氛。美国只能控制小半个欧洲，而东欧那些国家最后有可能反过来还成了美国的战略包袱。拜登去年初制定的外交战略说美国要重返外交，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牺牲盟友利益，最后实现不了战略目标，功亏一篑，而且还要造成美国领导力的进一步损失。这个损失对拜登来说可能带来另一种灾难，因为很容易被共和党拿来作为拜登的失败罪状，那么拜登可就里外不是人。
其实呢，美国要说重返外交舞台，应该是领导盟友去弥合各种分歧，这样才是让美国有机会赢得更多的时间去赢得竞争。但是经过特朗普那4年折腾，还有美国两党这1年多的红眼厮杀，美国恐怕还要继续在自己身上捅刀子放血。好，关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德国和法国有什么样的分歧，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